前世我是被活活冻醒的，而我的好兄弟赵强正当着我的面把我的妻子扔进了滚沸的锅里，笑着说：朗哥，嫂子皮嫩，为了兄弟活命，你别怪我。那时我才知道，所谓的过命交情，抵不过末世里的一口热汤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极寒末日降临的1个月前，看着手机里赵强发来的今晚聚聚的消息，我摸着滚烫的胸口，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。聚，当然要聚，这一次我给你们准备了最好的棺材。肺部像被灌进了液氮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烧般的剧痛。不要别动，小婉。我猛地从床上弹起，喉咙里发出野兽濒死般的嘶吼，双手在空中胡乱抓挠，却只抓到了一团柔软的带着阳光味道的棉被，没有刺骨的寒风，没有尸体腐烂的恶臭，也没有赵强那张狰狞扭曲的笑脸，只有嗡嗡作响的空调运作声，显示面板上亮着幽幽的绿光，26摄氏度。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脊背，睡衣湿哒哒的粘在身上，难受的要命。我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，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撞击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把肋骨撞断。视线逐渐聚焦，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米色窗帘，还有窗外透进来的略显刺眼的晨光。我没死，我颤抖着抬起手，指尖还在不受控制的痉挛。那一刻，我几乎是扑向床头柜上的手机，屏幕亮起，强光刺得我瞳孔骤缩。2024年8月15日上午8点30分，距离那场毁灭全球的极寒风暴还有整整30天。老公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身侧传来一声慵懒的呢喃，我僵硬的转过头，看到了妻子林婉。她睡眼惺忪，发丝凌乱的贴在脸颊上，那张脸是红润的，有血色的，而不是记忆中那张青紫僵硬被扔进沸水前的惨白面孔。我的眼眶瞬间酸胀的厉害，喉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。我没说话，只是近乎粗暴的一把将她搂进怀里，太用力了。林婉有些吃痛，轻轻挣扎了一下，但我却像是在抓着这世上唯一的救命稻草，死也不肯松手。我的脸埋在她的颈窝，贪婪地嗅着她皮肤下温热的血液味道，是活人的味道。徐总，早会还有半小时开始， IPO 的路演资料已经准备好了。手机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是秘书小李的声音。上辈子就是为了这个该死的上市计划，我耗尽了所有现金流，导致末日来临时，我连一包压缩饼干都抢不到。取消。我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刚回魂的阴冷。啊，徐总，这可是……我说取消。我对着听筒咆哮，额角的青筋暴跳。通知所有股东，我要变卖资产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挂断电话，我看着窗外那个繁华喧嚣、不知死期将至的世界，为李帆涌起一股强烈的恶心感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做那个等着被冻死的圣人。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的让人窒息。我坐在主位上，故意没有刮胡子，衬衫领口敞开，眼神涣散地盯着桌面，手里把玩着一只已经熄灭的打火机。这副颓废落魄的模样，是我精心为赵强准备的诱饵。门被推开，赵强走了进来。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蓝色西装，脸上挂着那副我曾经无比信任，现在看来却令人作呕的关切表情。朗哥，我都听说了。赵强快步走到我身边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肌肉本能的紧绷，皮肤上仿佛爬过一条湿冷的毒蛇。我强忍着要把他的手折断的冲动，没有抬头，只是苦笑了一声。强子，哥栽了，税务那边查得紧，资金链断了。如果这周拿不出钱填窟窿，我就得进去。赵强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狂喜，快的就像流星划过，但他很快换上了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怎么会这样？朗哥，你的公司可是咱们市的明星企业啊！明星个屁！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，把一份早已拟好的股权转让协议推到他面前。5个亿，打包所有股份和不动产。强子，现在只有你有这个实力接盘了，算哥求你，就哥一命。5亿，对于这家市值近20亿的公司来说，简直是白菜价。赵强拿起合同，装模作样的翻看着，手指却在微微颤抖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在想怎么把我吃干抹净，怎么用这笔横财去会所挥霍，怎么踩着我的尸体上位。他根本不知道，他买下的不是金山银山，而是一堆即将变成废纸的垃圾。再过1个月，这所谓的股份、地皮、写字楼，在零下70度的极寒面前，连用来生火都嫌烟大。朗哥，5亿，
这可不是小数目，我也得砸锅卖铁啊！赵强还在假意推脱，眼神却死死盯着签字栏。4亿5千万，现款。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眼眶通红，演足了走投无路的赌徒心态。强子，这钱我拿去跑路，公司以后就是你的。赵强终于装不下去了，他拿起笔，刷刷刷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嘴角那抹压抑不住的得意，简直要咧到耳根。狼哥，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做兄弟的必须帮你一把。他把支票拍在桌上，那动作像是在施舍一条狗。我看着那张支票，慢慢地收进口袋，指尖触碰到纸张冰冷的质感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。笑吧，赵强，尽情的笑吧。这4亿5千万就是我为你预定的葬礼入场券。成交。西山废弃防空洞，这里原本是70年代的人防工程，深埋地下30米，阴冷潮湿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年的霉味和铁锈气。徐先生，您确定要这么改？站在我面前的是从德国请来的顶级建筑安保团队负责人汉斯，他手里拿着图纸，眉头紧锁，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妄想症患者。防核爆级的铅芯钢板门，独立的地热循环系统，军用级的空气过滤装置，还要在内部加装3层保温层。恕我直言，就算是世界大战，这也有些过度了。我没有解释，只是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2块沉甸甸的金砖，重重地拍在布满灰尘的木箱上，啪的一声闷响，在空旷的隧道里回荡。汉斯的眼神瞬间变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是黄金沟通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是黄金不够多。我要最好的材料，最快的速度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语气不容置疑。24小时3班倒，工钱我给3倍，我只要一个结果，1个月后，这里要变成一只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铁桶，哪怕外面是火星表面，里面也要给我保持24度恒温。既然您坚持，汉斯耸了耸肩，收起了职业性的质疑，转而换上了商人的精明。只要资金到位，我们可以把这里建成末日堡垒。这就是末日堡垒。我低声喃喃，转身走向防空洞深处。工人们已经开始进场，电钻刺耳的轰鸣声，重型卡车的倒车声，工头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。尘土飞扬中，我仿佛看到了前世那个冰封的世界。我选这里是有原因的，这里地势极高，不用担心积雪融化后的洪水倒灌，岩层厚实，能抵御极寒风暴的物理冲击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远离市区，只有一条必经之路，那是绝佳的杀戮通道。我走到防空洞最深处的那个大厅，这里将被改造成我的核心起居室。伸手抚摸着粗糙冰冷的岩壁，寒意顺着指尖传导，但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燥热，那是复仇的火焰在燃烧。再加一条。我回头对跟上来的汉斯说，大门外侧预留高压电网接口，我要能瞬间释放5万伏电压的那种。另外，通风管道要加装防毒和防烟倒灌装置，还要有单向的投掷口。汉斯愣了一下，投掷口用来扔垃圾吗？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，不，用来喂狗。最大的那个仓库就像是一头永远吃不饱的巨兽，5辆重型半挂卡车排成长龙，正在卸货。叉车发出的滴滴声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，每一声都像是敲在我的心巴上，给我注入一丝安全感。我不只是在囤货，我是在构建一个微型的文明生态。A 区是食品，普通的米面粮油直接按吨计算，堆成了几座小山。但我更关注的是那些能提升幸福感的东西。前世我见过为了半包发霉的方便面而互相捅刀子的惨状，也见过因为缺乏维生素而满嘴流血的坏血病患者。所以我订购了整整2级装箱的自热火锅，200箱 A5 级和牛，500只伊比利亚火腿，还有堆满整面墙的红酒和威士忌。在这个仓库的冷冻区，巨大的工业冰柜正在轰鸣，里面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20度，但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冷。等末日降临，室外就是天然的大冰箱，但我需要这些设备在前期保鲜。B 区是药品，抗生素、止痛药、胰岛素、维生素片。我几乎搬空了3家医药公司的库存。在那个秩序崩塌的世界里，一片阿莫西林就能换一条人命，1瓶酒精就能换一个女人。但我没有停下脚步，径直走向了最隐秘的 C 区。这里没有工人，只有我自己。我打开沉重的铁门，里面的气味截然不同，是机油和火药的混合味。墙上挂着5把顶级的霍伊特复合弓，旁边是整整100箱碳纤维箭矢。在这个国家，枪支难搞，但弓弩在近距离的杀伤力同样恐怖，而且
它们无声，可回收。地上的箱子里整齐地码放着数百个空的玻璃酒瓶，旁边是几桶高纯度的汽油、白糖和橡胶颗粒。这是制作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瓶的最佳配方。加入白糖和橡胶是为了让火焰像复古之居一样粘在敌人的皮肤上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我拿起一把复合弓，试着拉了一下弦，高磅数的弓弦勒得手指生疼。这种真实的痛感让我感到无比踏实。前世赵强就是带着人冲进了我家，抢走了我仅剩的一点食物。那时我手里只有一把水果刀，颤抖的连刀都握不稳。这一次我会站在高高的围墙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在冰雪中挣扎。徐先生，油罐车到了。对讲机里传来安保队长的声音。知道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眼前这堆积如山的物资。这不仅是物资，这是我的命，是我妻女的命。谁敢伸手，我就剁了谁的爪子。距离末日降临还有最后一天。我坐在那间租来的仅20平米的地下室里，为了演这出戏，我真是把自己逼到了极致。墙皮脱落，空气里混杂着发霉的墙纸味和楼上排水管渗漏的尿骚味。门被一脚踹开的时候，灰尘在丁达尔效应的光柱里疯狂乱舞。赵强来了，他穿着我那件定制的意大利手工西装，袖口有点长，显得不伦不类，但他昂着头的样子活像只刚打鸣成功的公鸡。挽着他胳膊的是苏珊，那个前世在我最艰难时卷走家里最后一点现金的女秘书。她化着精致的妆，那股廉价的香水味瞬间冲散了地下室的霉味，刺得我鼻腔发痒。哟，这不是徐总吗？赵强故作惊讶的夸张叫道，甚至还用手在鼻前扇了扇。怎么住这种狗窝呀？以前你家厕所都比这大吧？我缩在那个只有3条腿的旧沙发上，手里攥着一个空酒瓶，头发甚至刻意用发蜡搓得油腻打结。听到声音，我缓缓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神里透出一股死气沉沉的绝望。强子，我声音沙哑，带着一丝乞求的颤音。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了，那笔钱都被地下钱庄的人卷走了，我想跑路都没路费。这是我给他编造的结局。如果不这么说，他那多疑的性格一定会怀疑我为什么要卖公司。苏珊捂着嘴嗤笑了一声，眼里的鄙夷像针一样扎过来。徐朗，你也真够窝囊的，以前看着人母狗样，没想到是个空壳子。还好我跟了强哥。我看着苏珊那张涂得鲜红的嘴唇，前世他是如何为了讨好赵强，亲手按住挣扎的妻子的画面，像闪电一样刺入我的脑海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痉挛。但我死死压住了那股杀意，甚至挤出了一个卑微的笑。强子，看在咱们这么多年兄弟的份上，借我点钱吧，5000，哪怕3000也行。我甚至从沙发上滑落，半跪在地上去抓他的裤脚。赵强像是触电一样猛地后退，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。接着他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红色的钞票，不是递给我，而是轻飘飘的往空中一扬。红色的纸片像落叶一样飘落，有一张正正好好盖在我的脸上。500。赵强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脚尖轻轻踢了踢我的膝盖。拿着买点像样的老鼠药，别死得太难看了。咱们兄弟一场，这算你的丧葬费。哈哈哈哈。苏珊笑得花枝乱颤，挽着赵强转身离去。强哥，你真坏。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我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慢慢的一张一张的捡起那散落的500块钱，指尖触碰到钞票粗糙的纹理，我的嘴角一点点勾起，直到变成一个狰狞的弧度。500块，这500块是你给我买的丧葬费，但我会把它变成你的买命钱。赵强，这一世我会让你把这500块连本带利的吞进肚子里。2024年8月16日凌晨0点，末日如约而至，准时的就像死神的闹钟。我坐在地下堡垒的核心生活区，墙上的巨型显示屏正实时监控着外面的世界。画面里原本是一片漆黑的夜色，突然间狂风大作，那不是普通的风，那是能将一切活物撕碎的白色死神。传感器上的数字开始疯狂跳动，25摄氏度、10摄氏度、0摄氏度、零下15摄氏度，仅仅10分钟，气温骤降了40度。监控探头的画面开始出现雪花点，那是镜头表面瞬间结冰导致的信号干扰。紧接着，窗外响起了令人牙酸的咔嚓声，那是城市里的树木因为水分瞬间冻结而发生爆裂。紧接着，整个城市的灯火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片接一片的熄灭了。
啪嗒，堡垒内部的灯光只是极其轻微的闪烁了一下，备用的核能电池组和柴油发电机瞬间无缝衔接。爸爸，外面怎么啦？好大的风声！女儿抱着她的布娃娃，揉着眼睛从卧室里走出来。她穿着单薄的粉色纯棉睡衣，脚上踩着软绵绵的小兔子拖鞋。我走过去，蹲下身，轻轻摸了摸她温热的小脸蛋，指尖传来的温度让我一度想要落泪。前世这个时候，她正蜷缩在我怀里，冻得嘴唇发紫，哭着说：爸爸，我好冷，我想喝热水。而那时，我们连一滴未冻结的水都找不到。外面下大雪了，宝贝。我柔声说道，转身走向开放式厨房。不用怕，咱们家很暖和。铁板上发出滋啦一声美妙的声响，一块厚切的 A5 和牛在高温下迅速变色，雪花般的油脂融化，散发出浓郁霸道的肉香。我熟练地撒上现磨的黑胡椒和海盐，又往旁边的平底锅里倒了2杯鲜牛奶，奶香味和肉香味混合在一起，充斥着整个恒温24度的空间。妻子林婉走过来，从背后抱住我，脸贴在我的背上。我能感觉到她在微微颤抖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因为恐惧。她虽然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但她相信我的每一句警告。冷，外面真的都完了吗？我把热好的牛奶递给她，看着杯口升腾起的白色热气，眼神冰冷而坚定。还没完，婉儿。我切下一块鲜嫩多汁的牛肉喂进她嘴里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地狱才刚刚开门。这种极端的寒冷，仅仅过了12个小时，就撕碎了现代文明脆弱的面具。我拿着手机，看着那个曾经热闹非凡、充斥着大爷大妈表情包的幸福家园业主群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戾气和哀嚎的地狱直播间。救命啊！谁家有多余的被子？我妈快不行了，她有哮喘，天太冷喘不上气。谁知道什么时候来电？物业呢？物业死哪里去了？刚才有人敲我家门，我一开门就被抢了1袋米，这还是人吗？我要报警。报警？电话早就打不通了。信号基站虽然还在勉强运作，但大部分线路已经被冻断。我冷眼旁观，看着这些消息一条条刷屏。突然，一个熟悉的头像跳了出来，是赵强。他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，前世也是靠着这个身份在初期聚拢了一帮人。赵强，各位邻居，大家不要慌，我是赵强。现在是特殊时期，我们要互帮互助。我提议，家里有多余物资的，先集中到我这里，统一调配，优先照顾老人和孩子。我有关系，救援队肯定很快就到，到时候谁贡献大，我就给谁记功。多么冠冕堂皇的话术！前世真的有傻子信了他，把家里的米面都交了上去。结果呢，老人和孩子是第一批被饿死的，而赵强和他那帮打手却吃得满嘴流油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来电显示赵强。他肯定想起了我，想起了我那个虽然破产，但毕竟曾经辉煌过的身份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想起了我为了掩人耳目，在堡垒上方保留的那栋郊区大别墅。那栋别墅虽然没有经过特殊改造，但毕竟是独栋，还有壁炉。在赵强眼里，那就是个巨大的资源库，甚至可能还有我这个破产者最后一点藏私的家当。我看着不断闪烁的屏幕，手指在接听键上方悬停，哪怕隔着屏幕，我似乎都能闻到赵强身上那股贪婪的臭味。他在试探我还活着没。如果我没接，他大概率会直接带人来撬门；如果我接了，他就会像蚂蟥一样吸上来，这正合我意。监控画面里那辆改装过的越野车像是一头力竭的老牛，在距离我不锈钢大门仅剩5米的地方彻底熄火了。风雪太大，引擎盖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冰壳，排气管突了2下黑烟，便再没了动静。我坐在真皮转椅上，手里摇晃着半杯如红宝石般醇厚的罗曼尼康帝，指尖轻轻敲击着控制台的桌面。高清摄像头自动变焦，将画面拉近。赵强从车里滚了下来，真的是滚下来的。他的腿脚估计已经冻僵了，落地的瞬间踉跄了一下，差点跪在雪地里。他身上裹着那件昂贵的羊绒大衣，但这东西在零下50度的狂风面前，防御力基本等同于一张报纸。他的脸冻成了猪肝色，眉毛和睫毛上挂满了白色的冰碴。随着他张嘴呼吸，一团团白雾喷涌而出，瞬间又被寒风扯碎。朗哥，朗哥！即便隔着几层隔音极好的墙壁，通过收音设备，我依然能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吼叫，那是带着哭腔的、濒临崩溃的嚎叫。开门啊！
兄弟来救你了，快开门！他发了疯一样冲上来，戴着皮手套的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合金大门上，哐哐哐的闷响声，像是给这首末日丧钟打着的节拍。苏珊和那几个打手也缩在车旁，抱着胳膊瑟瑟发抖，眼神绝望地盯着这扇紧闭的大门。我慢条斯理地放下了酒杯，伸手按下了可视对讲机的接通键，大门旁的显示屏亮起。在那一瞬间，赵强砸门的动作僵住了，他瞪大了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死死盯着屏幕。屏幕里不是他预想中那个裹着破棉被、奄奄一息等待救援的倒霉蛋，镜头里的我穿着深蓝色的真丝睡袍，领口微微敞开，露出健康的肤色。我的身后是一张巨大的花梨木餐桌，桌上炭火铜锅正咕嘟咕嘟的冒着热气，切得薄如蝉翼的羊肉片整齐的码放在青花瓷盘里，旁边还有几只红彤彤的帝王蟹腿，以及那个被我刚刚放下的红酒杯。暖黄色的灯光洒在这一切上，简直就是天堂的缩影。赵强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，那不是因为想说话，而是因为极度的震惊和瞬间涌上来的能吞噬理智的饥饿感。朗朗哥，他的声音在颤抖，牙齿打架的声音清晰可闻。你这就是你说的来救我？我对着麦克风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，声音通过大门外的扬声器传出去，显得格外空灵且冰冷。赵强，你是来救我，还是来吃我？赵强愣了半秒，随即像是一条疯狗一样扑到摄像头前，脸几乎贴在镜头上，五官扭曲狰狞。少废话，开门，快让老子进去！我有物资，我有兄弟，你让我进去，咱们共享。共享。我轻笑了一声，手指抚摸着控制台上那个红色的物理开关，眼神瞬间阴沉下来，仿佛积攒了2世的寒冰都在这一刻爆发。赵强，看清楚了，上辈子你就在这大雪天里把小婉扔进了锅里，你说她皮嫩肉香，那时候我在旁边求你，给你磕头磕的头骨都露出来了，你是怎么说的？屏幕那头的赵强明显呆滞了，他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上辈子他只觉得我是疯了，或者是他在做梦。你说为了兄弟活命，别怪你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眼底闪烁着嗜血的寒光，声音低沉的如同来自地狱的判官。这辈子门口这零下50度的风雪，就是我请你吃的第一道菜，好好享用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赵强显然还没从巨大的心理落差中回过神来。人的本能是贪婪的，在那一刻，他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我话语中的杀意，而是屏幕里那热气腾腾的火锅，是那温暖如春的房间。强烈的求生欲和嫉妒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。徐朗，你他妈给我开门！这是老子的公司换来的钱，这是老子的房子！赵强咆哮着，双手再一次抓向了大门的把手。那是一个巨大的经过拉丝处理的金属把手，在风雪中泛着冷冽的荧光。他以为只要用力拉开这扇门，就能从地狱跨入天堂。然而就在他的皮手套刚刚触碰到金属表面的刹那，我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按钮，滋啪一声清脆而令人毛骨悚然的爆裂声瞬间炸响，肉眼可见的蓝色电弧像是一条愤怒的雷蛇，瞬间贯穿了赵强的手臂。5万伏的高压脉冲电流，虽然电流被我控制在不致死的安培数内，但那巨大的冲击力足以让任何生物体会到灵魂出窍的痛苦。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声瞬间穿透了风雪的呼啸，赵强整个人就像是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卡车迎面撞击，身体猛地向后弹飞出去，重重地砸在2米开外的雪地上，一股焦糊味瞬间弥漫开来，那是皮手套和皮肉在高压下瞬间碳化的味道。强哥，苏珊和那几个打手吓得魂飞魄散，本能地向后退去，甚至有人脚下一滑，摔了个狗吃屎。他们惊恐地看着躺在雪地上抽搐的赵强，又看看那扇看似平静实则致命的大门，眼神里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。赵强在地上像条濒死的鱼一样剧烈弹动了几下，口吐白沫，双眼翻白。那只抓门的手此时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鸡爪状蜷缩，手套已经被烧穿，露出了里面焦黑的皮肤。我慢悠悠地拿起桌上的麦克风，打开了外部广播系统，声音在空旷的雪原上回荡，带着绝对的威压。我不介意帮你们做个免费的电疗，这只是5万伏，下一次我会调到10万伏，如果不怕变成焦炭，欢迎继续尝试。那几个原本还想上前搀扶赵强的打手，听到这话，动作瞬间僵住了。他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再向前迈出一步。
寒风呼啸，卷起地上的血沫，盖在了还在抽搐的赵强脸上。他曾经不可一世的尊严，在这一刻被彻底踩进了烂泥里，而我只是坐在温暖的真皮椅上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心中的快意如同烈酒入喉，烧得我浑身舒畅。半小时后，夜色更加深沉，像是要将这世间最后一点生机都吞噬殆尽。那辆越野车彻底变成了废铁，油箱里的燃油虽然抗冻，但管路显然没扛住这种极寒，加上蓄电池亏电，他们再也不可能启动那辆唯一的庇护所。如果继续待在露天环境里，不出20分钟，他们就会变成几尊姿态各异的冰雕。我在监控画面里看到，苏珊最先崩溃了，她尖叫着指着我别墅旁边的一栋烂尾楼，那是开发商几年前跑路留下的半成品，只有光秃秃的混凝土框架，连窗户都没有装。去那里躲躲风。赵强此时已经缓过劲儿来了，半边身子还是麻的，被2个手下架着，踉踉跄跄的往烂尾楼里拖。这群人就像是一群丧家之犬，在没过膝盖的积雪中艰难跋涉，每一步都走得无比绝望。我操纵着几架微型无人机，悄无声息地悬停在烂尾楼的缺口处。这栋楼虽然四面漏风，但好歹能挡住最猛烈的暴雪。他们缩在2楼的一个角落里，那里有一堆建筑垃圾和废弃的水泥袋，气温在这里依旧是致命的零下40度左右。棉被，车上有棉被，快去拿！赵强哆哆嗦嗦地吼道，声音沙哑的像是在磨砂纸。一个手下刚才从车里抢出了一条脏兮兮的军大衣和一条破棉被，此刻那条破了洞，露出黑心棉的被子，成了这群人眼中唯一的救命稻草。给我，我是老板。赵强猛地推开扶着他的人，扑向那个抱着棉被的手下。强哥，我也冷啊，这可是我拿回来的。那个平时对他唯唯诺诺的手下，此刻眼里却闪烁着野兽般的凶光，死死抱着被子不撒手。去你的！赵强怒吼一声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抄起地上的一块半截红砖，狠狠地砸在了那个手下的脑袋上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鲜血还没来得及流下来，就在伤口处凝结成了红色的冰晶。那个手下惨叫一声，捂着头倒了下去。赵强一把抢过棉被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甚至还踢了那手下一脚。苏珊尖叫着想往赵强的被子里钻。强哥，让我进去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的脚没知觉了。滚！赵强一脚踹在苏珊的小腹上，眼神凶狠毒辣。别他妈给老子漏风，冻死活该！我看着屏幕上这一幕狗咬狗的闹剧，冷漠的给自己点了一支烟。人性在生存面前连狗屎都不如。看着他们在烂尾楼里为了一个避风的角落互相推搡咒骂，我觉得火候还不够，光是冷还不足以摧毁他们的心理防线，还得有饿，那种胃壁摩擦、胃酸翻涌，大脑因为低血糖而疯狂发出进食信号的痛苦，才是最折磨人的。我站起身走到厨房，那锅麻辣牛油火锅已经沸腾了半天，红油翻滚，花椒和辣椒的香气浓郁的化不开。我又往里面加了一大勺特制的香辣酱，然后把切好的五花肉、午餐肉倒了进去。接着我走到了中央控制屏前，将别墅外墙的排风系统功率开到了最大。嗡，强力的工业排风扇开始高速运转，将室内这股带着人间烟火气、带着油脂芬芳的空气，通过隐蔽的排气口精准的喷射向隔壁的烂尾楼。风向正好，无人机的镜头里，那群原本缩成一团半死不活的人突然像是触电了一样，一个个抬起了头。那个味道太霸道了，在只有冰雪味和灰尘味的空气中，这股麻辣鲜香的味道简直就是来自天堂的召唤，也是来自地狱的酷刑。它钻进他们的鼻孔，刺激着他们早已萎缩的嗅觉神经，勾起他们胃里最疯狂的痉挛。咕噜，即使隔着屏幕，我仿佛都能听到他们吞咽口水的声音。是火锅，红油火锅。苏珊的眼睛瞬间绿了，那是真正的绿光，像饿狼一样。他死死盯着我别墅的方向，嘴唇干裂出血，却还在疯狂地吸着鼻子。还有肉，我闻到了，是肉香，红烧肉的味道。那个头被打破的打手此刻也不顾疼痛了，趴在地上朝着我这边爬了几步。赵强从破棉被里探出头，眼神涣散而疯狂。他用力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痛苦地捂住了肚子。那种想吃而吃不到的折磨，比严寒更让他发狂。苏珊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她挣扎着爬起来，四处张望，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我故意让无人机亮起红灯的摄像头。他知道我在看。朗哥，我错了，
苏珊扑通一声跪在了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，膝盖磕破了也浑然不觉。他对着悬停的无人机开始疯狂的磕头，一边磕一边哭喊，鼻涕眼泪瞬间冻在脸上。朗哥，我是苏珊啊，以前你最疼我的，我知道你在看，求求你给我一口吃的吧，哪怕是一口汤也行。见无人机没有反应，他颤抖着手开始解自己大衣的扣子。在这零下40度的寒风中，他哆哆嗦嗦地脱下了外套，露出了里面单薄的衬衫，甚至还要继续往下脱，试图展露他那曾经引以为傲，此刻却冻得青紫的身体。朗哥，只要你给我吃的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是你的狗，我当你的一条狗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他对着冰冷的镜头摆出了一个极其下贱的姿势，眼神里没有了半点尊严，只有对食物最原始的渴望。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像蛆虫一样扭曲的女人，胃里一阵反胃。前世她也是用这副身体讨好了赵强，换来了一碗肉汤，而那碗汤里煮着我的至亲。我冷冷地看着，拿起对讲机，却并没有说话，只是将镜头拉近，记录下他这副丑态。想吃？别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手机信号塔估计快撑不住了。屏幕右上角的信号格在无服务和一格极其微弱的信号之间疯狂横跳，每一条消息弹出来都要转好几圈圈，但我还是刷到了那条炸裂业主群的消息。赵强虽然快冻死了，但他那一肚子坏水在低温下反而发酵得更恶毒。他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了最后一个电，在群里发了一篇几百字的小作文。各位邻居，我对不起大家，我在西郊徐朗家门口，本来想求他分点物资，救救咱们小区的老人和孩子。徐朗他囤了几百吨的货，家里有独立发电机，暖气开得像夏天，可是他见死不救啊！他不仅不给，还用高压电把我的手废了。这种人囤积居奇，这是在杀人呐！紧接着是一张他那只焦黑变形的手的照片，群里瞬间炸了锅。那些平时连垃圾分类都懒得做的高素质邻居们，此刻仿佛化身为正义的审判长。畜生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自私！徐朗，你还是人吗？大家都要冻死了，你一个人霸占那么多资源。我们家宝宝才3岁，没奶粉了，徐朗你良心不会痛吗？这种人就该被抄家。大家别怕，咱们一起去，法不责众，这是为了生存。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，我没有愤怒，只觉得好笑。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们此刻的样子，裹着所有的衣服，缩在黑暗冰冷的客厅里，借着手机屏幕那一点点微光，用僵硬的手指敲打着键盘，试图站在道德的高地上，从我这里通过网暴撕下一块肉来。道德，在这零下50度的绝境里，道德就像他们身上那件薄薄的羽绒服，风一吹就透了。胃里一阵轻微的痉挛，不是饿的，是被这群人的愚蠢恶心到了。我端起手边的热咖啡，抿了一口，苦涩滚烫的液体顺着食道滑下去，让我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他们真以为靠着几句唾沫星子就能让我打开那扇防核爆的大门？不，他们会被赵强当成枪使。赵强那个阴险的小人，自己攻不进来，就想用这些炮灰来消耗我的防御，甚至想趁乱浑水摸鱼。叮咚，私信里跳出来一条消息，是曾经住我对门的王大妈，平日里最爱占小便宜，现在语气却出奇的强硬。小徐呀，做人要厚道，我儿子是练散打的，已经带人过去了，你识相的就把门打开，只要一半物资，我们保证不伤你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看着那行字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。练散打的，在这个连呼吸都会冻伤肺泡的世界里，再硬的拳头也硬不过我的碳纤维利剑。暴风雪稍微小了一些，但能见度依然不足20米。监控画面里，白茫茫的一片中出现了几个黑点，黑点慢慢蠕动变大，最终变成了一群裹得像粽子一样的暴徒，一共7个人。领头的那个身材魁梧，手里提着一根不知从哪拆下来的金属栏杆，甚至还戴着那种建筑工地上用的安全帽。这应该就是王大妈那个练散打的儿子。他们显然是被冻惨了，每走一步都像是在跟死神拔河。但当我那栋冒着暖气的别墅出现在视野里时，贪婪瞬间战胜了寒冷。就在那，那是烟囱，那是热气！领头的那人兴奋的大吼，声音被风吹得支离破碎。他挥舞着手里的铁棍，指着我那高达3米的围墙。翻过去，只要进去了，咱们就有肉吃，有火烤。
这群人疯了一样冲向围墙，有人开始搭人梯，有人试图用铁棍撬动墙上的红外感应器。我站在2楼的露台上，落地窗开了一条极窄的缝隙，寒风瞬间像刀片一样割过我的脸颊，让我的皮肤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但我没有关窗，而是深深吸了一口这冰冷刺骨的空气，让肺部的灼痛感唤醒我的杀戮本能。手里那把霍伊特复合弓已经调整到了最大磅数，我从箭筒里抽出一支黑色的碳纤维箭矢，箭头是特制的3棱道刺裂箭，那是专门用来给大型野兽放血的。搭箭、扣弦、开弓，滑轮组发出极其轻微的咔嗒声，弓弦紧绷到了极致，贴在我的脸颊边，冰凉而紧致。瞄准镜里的红点并没有对准领头人的心脏，而是锁定了他的大腿。直接杀了他太便宜了，我要让他们听到那种骨骼碎裂的声音，看到那种血液瞬间冻结的恐怖。嗖一声极其短促的破空声，甚至被风声掩盖了大半。下一秒，正在指挥别人搭人梯的壮汉猛地一僵，噗！那是利剑撕裂厚重的防寒服，贯穿肌肉，最后定入骨头的闷响。一支黑色的箭矢极其突兀的从他的大腿后侧穿出，带着一大盆温热的鲜血。啊！惨叫声迟了2秒才爆发出来，那是人类在极度痛苦时发出的，不像人声的嚎叫。那盆喷溅出来的鲜血还没落地，就在空中凝结成了红色的冰珠，噼里啪啦的砸在雪地上，像是一场诡异的红雨。壮汉捂着大腿倒在雪地里疯狂打滚，伤口处流出的血瞬间结成了冰壳，反而止住了血。但那种冻伤加贯穿伤的剧痛足以让他生不如死。原本还在往上爬的暴徒们瞬间吓傻了，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。他们惊恐的四下张望，却根本找不到攻击来自何处。我按下了扩音器的开关，声音冷漠的如同这漫天的飞雪。这只是警告，越过红线者，下一箭射的是眉心。底下那群人看着雪地上痛苦抽搐的领头人，又看着那扇紧闭的落地窗，那股刚才还沸腾的热血瞬间凉透了。恐惧再一次支配了他们的双腿。击退了第一波试探的暴徒后，我把注意力重新转回了隔壁的那栋烂尾楼，那里才是真正的人性斗兽场。赵强他们被困在那里已经是第2天了，没有食物，没有热源，唯一的遮挡物就是四面透风的混凝土墙。无人机悄无声息地悬停在2楼的缺口处，镜头拉近，那条抢来的破棉被现在正紧紧裹在赵强身上，他缩在角落里，脸颊深陷，嘴唇干裂的全是血口子，眼神阴雾的像一条饿极了的毒蛇。那几个手下此刻正围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眼神时不时的飘向赵强，或者说飘向那条棉被。但很快他们的目光转移了，因为苏珊快不行了。那个曾经趾高气扬的女秘书此刻正蜷缩在地上，身上只剩下一件单薄的羊毛衫，她的大衣早就被赵强扒走了，垫在了屁股底下，她冻得连颤抖的力气都没有了，皮肤呈现出一种死灰般的青紫色，呼吸微弱的像是一缕游丝。强哥我饿。苏珊发出一声若有若无的呻吟，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老鼠在挠墙。赵强猛地抬起头，那双充血的眼睛里没有半点怜悯，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绿光，那是食肉动物看到受伤猎物时的眼神。赵强嘶哑的笑了一声，声音难听的像是在刮黑板。我也饿啊，苏珊，咱们都饿。他慢慢的从棉被里伸出手，那只完好的手，他不是去扶苏珊，而是用手指轻轻捏了捏苏珊露在外面的手臂，那里的肌肉因为寒冷而僵硬，但在赵强眼里那是冻肉。其实人不吃东西能活7天。赵强喃喃自语，声音低的只有周围几个人能听见。但这天太冷了，不吃东西身体就没有热量，很快就会冻死。那几个手下互相对视了一眼，喉结都在剧烈滚动。他们听懂了赵强的潜台词，既然苏珊快死了，那为什么要在她死透冻硬之前浪费这份资源呢？强哥，要是他死了。一个光头手下咽了口唾沫，声音颤抖着试探，咱们是不是？别急。赵强收回手，缩回棉被里，眼神死死盯着苏珊娜还在微微起伏的胸口。等他彻底不动了再说。现在肉还是热的。我看着监控屏幕，手指死死扣进掌心，指甲刺破了皮肤，这熟悉的令人作呕的一幕。前世他们也是这样围着我的妻女，用这种评估牲畜的眼神
讨论着哪个部位的肉更嫩，怎么煮才不会浪费热量。历史没有改变，只是换了受害者。这就是人性的反噬。当秩序崩塌，这群披着人皮的野兽终于露出了他们的獠牙。